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灵异现象。本来要认真打报告，结果荧幕就是会跳到 FB、PTT 或是网拍。哎呦，一天就这样过了，好恐怖哦！我知道是你朋友才会这样，你才不会呢。但想要改善你朋友的注意力吗？别转台啦！本节目由OIC 好棒棒团队制作。所谓注意力，就是专注于某件事情的能力。当我没说好了，我们直接来玩个小游戏，测试注意力吧。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只要专心算出影片中一共出现几张红牌就可以了。一共就是这么多张，你算对了吗？但是代志不是讲人想的这样简单，你有发现背景变了吗？是的，我们的注意力就跟户头里的钱一样，这么有限，87块不能再高了。一旦买了法拉利，就不能再买兰博基尼了。许多魔术就是利用这一点，让你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也是为什么开车要禁止讲手机。当我们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嘴炮和八卦时，实在很难判断瞬息万变的车况。正是因为注意力如此有限又宝贵，好棒棒希望教你临床上实用的几个方法，可以 upgrade 我们的注意力哦。方法包括环境、生理和心理3大方向。首先，在环境的部分，要尽量移除会分散我们视觉与听觉注意力的东西，例如不要面对窗户，避免被街景吸引而分心；不要连上网络，避免手一滑连上那些不能说出名字的网站。当然，我知道关掉网络，很多人宁愿一头撞死。还有，桌面上不要放跟目前工作无关的东西，像是前女友的分手信。没女友。此外，请让环境尽量安静，所以旁边不可以出现老妈。不是啦，是要让环境像图书馆一样，最高品质，静悄悄。嘿呦，如果要放音乐，不要放个歌词的那种，不然你的注意力很快就跟着一起动词。冰夫人。小人本住在大铺的身边，假装有天撒花了我边，谁找他保护？他们很不留情，我接管父母，我天才我大无多天优。第二，在生理上，体力不好也会影响注意力哦，所以必须作息规律，睡眠品质良好，也可吃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和蛋白质的食物。另外，建议大家每周要累积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，也就是感到喘但还可以说话的程度。第三，不断累积心理上的小确幸。通常，当眼前这件事无法马上收获成果时，你们人类常常就会东摸西摸，开始分心。所以可以把工作依照难易度切成几个段落，让每个段落都可以在15分钟左右完成。每完成一个段落，休息一下，再进行下一个段落，不断获得小成就感，就可以逐一把工作完成，真的是好棒棒啊！此外，像是一起纠团读书、拼大考这种建立团队向心力和良性竞争的方式，也可以让人有更专注的动力哦。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已经影响你的工作、生活或是人际关系，不妨试试在贴文中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筛检问卷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无论儿童或成人，有症状不代表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，必须再由身心科医师多次且多方面的评估才能确诊。若有需要，也会再由心理师、职能或物理治疗师协助治疗哦。总之，想要集中注意力，除了要有一个安静而且没有太多物品会让你分心的地方外，也要让身体获得充足的睡眠、均衡的营养以及适量的运动。还有如果能透过一次完成一小部分工作，不断获得成就感，或是透过团队向心力凝聚你的注意力，那就太棒了。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有注意力的困扰，赶快分享并 tag 他们，就可以看他是不是又在滑 FB 了。好，我也要来分享给我的好妈记了，大家下次见喽，啵啵。